这些修罗众已是自顾不暇，此时自然不能够指望他们去发现某去而复返的天庭普通全神。太极图是先天至宝，岂是先天至宝之中最强的几样宝物之一。作为开天3件套，太极图本身已经有了莫大的威能，自身又在不断的变化，尽演太极真意。单单是将它摆在面前，就能够让炼气士产生源源不断的感悟。太极图主防御，其威能超过玄黄塔不少。与太极图齐名的功法宝物，便是元始天尊手中的盘古幡。盘古幡能够射出混沌剑气，有盘古神斧之力，被圣人执掌，便有了斩圣的威力。当然了，如果让盘古幡去攻太极图，那就真的成了那个寓言小故事了。李长寿有一个小优点，就是充分的尊重自家至宝。此时他根本不用自己微薄的仙力去沾染涂老大，一路全凭太极图自行把控，并努力的不给涂老大拖后腿。也因此，李长寿化作一只蚊虫，悄悄地摸到乾坤存有异常处，靠着太极图融开此地乾坤，从正常乾坤进入此地芥子乾坤小世界时，自身没有暴露半分，乾坤也没有出现任何扰动。这道理其实很简单，洪荒推算之力排行中，太清圣人排首位，太极图排第2，各位圣人不知具体，暂且并列第3，持有太极图的玄都大法师只能够排第4。且说这处芥子乾坤，确实称得上是别有胡天。李长寿变化的蚊虫进入此地时，就仿佛闯入了一片狭长的峡谷。远远望去，隐隐看到了一座高耸的灰色宝塔。此塔高约1000丈，有360层，周遭盘旋日月星辰，周天星斗。塔身上刻画着万灵之影。此时这一座宝塔已点亮了底部100多层，轮回大道贯穿上下。李长寿立刻有所明悟，这宝塔若是完全被点亮，便会成为天道宝器。圣人手段果真不凡呐！此处的芥子乾坤委实不小，宝塔离着自己最少还有1000里远，左右两侧仿佛有着2堵无形的墙壁，面前又有重重的阵法守护。凭圣人的手段，自是能够将这一处小世界完全封起来。但这时他们要让宝塔化作天道宝器，就必须与外界保持关联，与天道充分接触。当心些，小徒弟。太极图的灵念在李长寿心底响起，前方有众多高手躲藏在一层层的阵法中。李长寿在心底答应一声，没有着急立刻向前，而是在琢磨一些小思路。见到眼前这般阵仗，正常生灵的第一反应自然就是要一步步闯过去，这几乎是绝大部分生灵的思维定式。李长寿却稳了一手，心底与太极图不断的商议，推演是否存在其他的破局之法。此时此地，其实已算是在跟圣人正面博弈了。李长寿容不得自己有半分的毛躁急躁，也并不想真的去面对圣人。小命只有一次，前方幸福美满，他可不愿意在此地折戟啊！而且咱们为什么非要闯进去啊？李长寿在心底问着。涂老大，能否破掉这里的芥子乾坤？只需要扰动此地乾坤，将那高塔暴露出来，此行足矣。涂老大立刻给了回应。莫急，容我先细细查看一番。若要在圣人出手前破开此地，需找到一处阴阳均衡之所在。靠谱。李长寿继续躲藏在芥子乾坤的门户附近，随时准备用自己最强遁法组合溜人。风宇宙这种被动接收类的神通都不敢施展。而此时的琉璃宝塔中，对方这般精妙的布置，长庚师弟是怎么发现的？黄龙真人一脸费解。金陵圣母笑道：此前不是说了，耗费心神之事交给他就是了。你我此时当准备斗法，怕是要一路血战。
太乙真人赞道：“嘿嘿，长庚不愧是三教公认法术特别强的优秀弟子。”师兄，玉鼎真人衷心建议：“少开口吧。”太乙一阵讪笑，正站在塔窗旁的多宝道人奇道：“哎，长庚动了，莫非要一路潜藏到那高塔前？若如此，一旦咱们暴露行踪，岂不是腹背受敌？当一路杀进去才对。且看吧，他定有周全的安排。”众仙各自颔首，不提与李长寿的交情如何，只是这一路看下来，他们就对李长寿多了几分迷之信任。就见李长寿化作的蚊虫飞到第一层阵壁前，太极图在蚊虫之前现身，轻轻旋转，趁着大阵一不留神，李长寿顺利地钻入其中。阵内存在幻境，李长寿闯入了一片雅致的林园，周遭是迷蒙雾气。一名青年道者坐在楼台边缘的蒲团上，身旁伴着一只青毛大狗，面前摆着矮桌与热茶。地藏。李长寿不动声色，按照太极图的指点，朝着下一重大阵的阵壁赶去。突然之间，毫无征兆，地藏开口了：“水神既然来了，何不来与我谈上一谈呢？我教并不愿与道门开战，3000世界也可与天庭划地而治，这些都是可以谈的嘛。”李长寿变作的蚊虫瞬间僵在原地。宝塔之中，8位李长寿请来的高手齐齐抄起法宝，站在宝塔的出口前，随时准备冲出去杀人灭口。但是李长寿此刻无比冷静，心神高速运转，分析着种种可能性。我怎么暴露了？莫非是西方教圣人发现了我的踪迹，通知了地藏？不对，我当真暴露了。稳一手，多等一阵儿，以不变应万变。首层大阵彻底的安静了下来，直到片刻之后，地藏再次开口，说的竟然还是：“水神既然来了，何不来与我谈上一谈呢？我教并不愿与道门开战，3000世界也可与天庭划地而治，这些都是可以谈的嘛。”实锤了，有灵智的生灵本质都是复读机。哎呀，这个地藏！李长寿的嘴角轻轻抽搐，心底并未完全放松，继续在原地待着。这微小的被太极图包裹的蚊虫，完美融于乾坤之中，随时可去乾坤之外。宝塔内众高手满头黑线，太乙真人摇摇头：“哎，又是一个心眼比头发还多的。”终于，李长寿又听地藏重复了3遍同样的话，才确定自身并未暴露，悄悄地赶去了下一重大阵。琉璃塔内，多宝道人拿出2只海螺，故技重施。众人再次听到了地藏与他坐骑的传声：“主人别喊了，此地是2教主老爷布置的，水神再能也找不到这儿。外面已生了乱，却无敌踪显露，定是水神无疑了。主人，你不能小觑道门高手啊！此前不是说有几位道门高手已被水神请到了丰都城？我自不会小觑道门各位高手斗法的实力，只是……”地藏话语一顿，左掌涌出了少许火焰，将面前的茶水温热，继续传声：“能在此时就寻到此地的圣人弟子，唯有水神罢了。”随之地藏再次开口，朗声道：“水神既然来了，何不与我谈上一谈？”在地藏和地听背后，一只蚊虫悄然地钻入了大阵阵壁中。地听耳朵轻轻地动了动，却摇了摇长尾，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现。少顷：“主人，你觉得你们西方教弄的这事儿能成吗？第2轮回可不是那么好立的，关键时刻必然会有道门的圣人老爷现身阻拦。”地藏轻笑了一声，缓缓叹了一口气，传声回道：“圣人不灭，不易罢了。”与此同时，
地藏守护的第1重大阵之后。李长寿轻松地绕过了6名老道，在此地大阵的角落溜入了第3重阵法，不断地前行。据太极图探查，这里总共有12重大阵，穿过12重大阵就能够抵达那一座高塔之下。一直没怎么发言的塔爷此时也禁不住嘀咕：小徒弟，我们一路打过去多气派呀！最后只要逼出7宝妙术，这一场就算咱赢了，怕个啥？李长寿在心底沉声回答：为何都觉得每一重大阵内放几个高手，这几个高手就是这一重大阵的守关者。若让我来设计此处，且不说将真正的通路隐藏在其他地方，这重重大阵只是虚晃一下，便是各处安放的高手也只有一个作用：戒备。若他们发现有敌侵入，就一声招呼，群起而攻之，力求速速灭杀，何必将这般力量分散开？有己及人，我当真不信西方会让咱们一重重大阵闯过去。塔爷道一声：啊，有道理。乾坤尺：发错。太极图：莫分心，西方小圣人就在前方的高塔中。小圣人这个称呼倒也是挺别致的啊。一路无声无息抵达第7重大阵，李长寿停下前飞，落向下方，寻找着太极图所说此处芥子乾坤的阴阳平衡之处。只要打破这个平衡，这芥子乾坤顷刻便会崩塌。第7重大阵中，一座幻阵凝出的金光大殿悬浮在半空，其内有12名西方教高手，更有几头鸿蒙凶兽躲藏在暗处。李长寿丝毫没有搭理他们的意思，悄悄地飞到了大殿外的一角，放出太极图。只需李长寿一声开始，阴阳勾连，乾坤逆转，失衡难复，自可崩解。李长寿的嗓音带着不可避免的紧张，落入8位高手的耳中。诸位做好准备，太极图即将破坏这一处芥子乾坤，圣人很有可能会直接出手阻拦，成败就在此关键一步。言罢，李长寿看脸自己元神处的玄黄塔乾坤尺，以及暂时无法凝成功德金身的功德宝池，空明道心全力催发，再三确定自己不是被劫运影响。其实是他如今所处的位置，背后的圣人老爷让他不得不去做成这一件大事。太极图催促：小徒弟可好了，我已可随时坏掉此地。稍等。李长寿在心底回了一句。这一只蚊虫仗着有太极图道运包裹，悄悄地飞到了一名西方圣人弟子的蒲团之下。底牌齐备，玄黄塔太极图半身，琉璃塔中的高手飞出只需1瞬。稍后圣人的反应以及出手要做之事，大概率是稳固这个芥子乾坤。这就妥了吗？不，还不够。毕竟是面对圣人，心底实在是没有自信，自己可没有大法师的道境，均衡大道还没有成长到能够影响到圣人。老师连太极图都派过来了，在危急时刻没有理由不救自己啊。他这次也不必贪什么功劳，把西方教暗戳戳搞第2轮回这种事直接暴露出来就能够稳赢。大不了自己当着云霄的面也不要脸一次，稍后立刻就高呼老师救命啊！圣人之间的交战哪能是他干预的呢？太极图又催促道：可准备好了？哦，好了。我再想想。小徒弟说晚了。太极图的灵觉无波无澜，若是有人形，此时怕是一脸的淡定，双目无神。已搞定。这搞定？李长寿的元神一颤，尚未来得及做出任何应对，这一处西方教苦心布置的芥子乾坤突然就开始剧烈的震颤了。乾坤出现层层波痕，那2面无形的巨大墙壁瞬息之间分崩离析，一股股斐然的大道波动如漫天洪水，朝着这一片小世界汹涌而来。
高塔之中，一名正静静盘坐的老道豁然睁开双眼，身周涌出道道金光，左手抬起，旋即下压。整个崩溃边缘的芥子乾坤瞬息间停下震颤。这老道一眼看向太极图本图所在之地，那里的大阵已经崩碎，幻境凝成的大殿消散，10多道身影或站或坐，满是错愕，瞪着那一张3尺直径的太极图。太极图此刻像是被人给强行摁住了，无法继续转动。说到底啊，现在只是至宝自身发挥威能，少了高手催发。太极图轻轻一颤，其上阴阳双鱼宛若活了过来，逆向转过些许角度，此地芥子乾坤又是剧烈的震颤。四面八方的边角处已经开始大片大片的崩碎。高塔之中，那老道右手抬起下压，此地芥子乾坤再次恢复稳定。太极图单凭本身威能已被圣人所压制，这还是太极图暗中发难，圣人临时应对。李长寿心下感慨，便是退群边缘的圣人依然是这般恐怖如斯啊。高塔中的老道冷哼一声，一抹浅灰色道韵如水波一般荡开，朝着太极图席卷而来。这一瞬，李长寿已知自己今日不可避免的要出手，也必须出手，不然自己辛苦创造的局面，好不容易得来的处境，8成就会毁在此地。太极图附近，一抹青光突然绽放，一只蒲团被掀飞了。蒲团上端坐的中年道者双目瞪圆，还未来得及做出任何的应对，已经是朝着前方栽倒。